今天呢，给大家推荐的是日本1962年拍摄的电影《秦始皇帝》。这部电影是最早关于秦始皇题材的电影。要知道那个时候连兵马俑都还没有被发现。虽然电影是日本拍摄的，但是却得到了台湾中影公司的大力协助，就连蒋介石也亲自钦点，一定要把这部电影给拍好，还派出军队协助拍摄。因为这部电影的年代久远，高清版的已经失传多年，在我本人的努力之下，终于找到了德国的高清版本。故事呢，讲述了战国末年，军事强大的秦国在秦始皇的带领下，先后消灭了韩赵魏楚四国，只剩下燕国和齐国还在苟延残喘。秦始皇统一全国的梦想可以说是指日可待。随后意气风发的秦始皇开始部署统一全国的货币和文字，还在阿房宫里选拔贵妃。应选的女孩呢，一一轮流展示了自己的才艺。其中一个女孩为报杀父之仇，利用表演骑马射箭的机会来暗杀秦始皇，但是并没有成功。而秦始皇呢，却看上了这个美丽的女孩，不顾众人的反对，册封她为朱贵妃。秦始皇面对这个数次想要暗杀自己的女人，并没有强人所难，而是希望她能回心转意。不久后，秦国大军呢兵临燕国边境，燕王呢惶惶不可终日。而太子丹孤注一掷，委派剑术精湛的荆轲以献地图为名去刺杀秦始皇。妻子知道荆轲此行必然是有去无回，于是，在临别之际，伤心的在易水湖畔弹着古琴为他送行。而荆轲唱完易水歌后，头也不回的就坐着船往咸阳去了。荆轲顺利的到达咸阳皇宫后，向秦始皇献出了燕国的地图，但地图慢慢展开后，荆轲拿起藏在里面的匕首就刺向了秦始皇。而此前一直想要刺杀秦始皇的朱贵妃，却站出来指责荆轲这是偷袭，胜之不武。秦始皇趁着荆轲分神，就用剑刺杀了荆轲。经过这次暗杀行动，朱贵妃发现自己已经爱上了秦始皇，两人呢敞开心扉，互诉衷肠，消除了之前所有的隔阂。可是好景不长，北边的匈奴突然发动战争，攻击了咸阳。朱贵妃呢在战争中不幸被乱箭射死。伤心的秦始皇就命令李斯不顾一切代价修建长城来抵御匈奴。因为修建长城需要巨大的人力和财力，暴战呢导致民不聊生。为了维持统治地位，秦始皇下达了焚书坑儒的命令，大量的书籍被焚烧，还活埋了很多的书生。其中一个青年书生偷偷带了很多的珍贵书籍逃跑，后来遇到了在湖里沐浴的孟姜女，两人呢一见钟情，结为夫妻。可就在结婚当天，青年书生却被士兵抓走去修建长城。伤心的孟姜女日夜赶路，前往到长城去寻找自己的丈夫。经过四处打听，她在城墙上遇到了年迈的徐福，得知丈夫已经累死，被埋在了长城下面。心中万分悲痛的孟姜女放声大哭。此时天空突然电闪雷鸣，风雨交加，长城呢就开始一节节的倒塌了。孟姜女呢终于在废墟中找到了丈夫的尸骨。因为孟姜女破坏了长城，所以秦始皇就把她抓起来，准备点火烧死。行刑的时候，孟姜女责骂秦始皇是暴君，修建长城和阿房宫害死了多少人。此时周围的老百姓也开始一起大声表达对秦始皇的不满，而孟姜女呢一心求死，就用剑自杀了。后来秦始皇的暴政导致老百姓怨声载道，于是大家纷纷揭竿而起，以陈胜、吴广为首的农民起义开始在全国蔓延。秦始皇呢渐渐明白到了孟姜女所说的话，反思到了自己的错误，只是悔之已晚。最后呢，他在出征平定叛乱的时候病死了。这部电影的场面极其宏大，很具有一种史诗感，看得出来是花了大手笔抄好莱坞史诗巨作的那个格局去制作的。同时画面也不缺乏意境和细腻，一些平静朴素的镜头呢会让人一直在回味。只是在道具和服装上有很多地方都穿帮了，比如说士兵穿着清朝的盔甲，还出现了唐朝和宋朝的服饰，还有一些时间轴是完全颠倒和混乱的，可见日本编剧并没有认真的去考究过这些历史。不过总体来说，仍然是一部很值得看的电影。我也愿意把这份独家的收藏分享给大家，喜欢的朋友请关注我后私信我。